在临沂，我花了600元租了一个带院子的毛坯房，再用6000元搞定装修和家具，然后在院子里种满胡萝卜。原来租的房子3居室，1个月1500块。因为向往田园生活，又脱离不了城市的发展，所以我决定在不改变生活成本的前提下，租一个1楼带院的毛坯房，自己动手改造成可以居住、办公、种菜、晒太阳的房子。我想把它做成侘寂风那种简约却不简单的风格。当然，考虑到成本预算，所以我准备一切都由自己动手来完成，包括水电改造、墙体、地面、床和沙发等家具都亲自制作。我想等搬进来的那一刻，一定会很有成就感吧。后续呢，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装修过程中的技巧和避雷项，感兴趣的话关注我吧。来到之后就准备统计装修需要的材料了，因为用量不大，就在物业群内问了一声，还能有这样温情的一幕，就像小时候在农村那样，一家有难万家帮，大家纷纷把自己家里多余的装修材料无私提供给我，来装修我的小院儿。这时50号楼的小兄弟家里750斤沙子和1袋半水泥都送给了我，结果就是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最搞笑的是，回去的时候我还走错了单元，只能原路返回，最终回来一半。好在邻居下班后就过来帮忙，一起把材料运到了家里。不得不说，2个人真的是轻松了好多。还有49号楼大哥的砖块和1摞瓷砖，虽然不沉，但大哥还是超暖的帮我送回来搬到家里。还有很多邻居们的无私帮助都记在心里。这个城市中，我才觉得我不是一个人。等我院子里的胡萝卜长出来了，一定要邀请邻居们到小院里做客。下一期就要开始动工了，做了效果测试，结果大家说后期不好清理，所以准备用水泥包涂。地面呢暂时先不动，保持原有状态。后呢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些雕刻焊接等小手工。客厅我实在不想放电视和沙发。卧室呢，我想自己做一张悬浮。很多朋友问毛坯房水电和防水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？因为这个房子在交房的时候，基础水电都是有的，只是卫生间的马桶、花洒和台盆需要自己做。请教了专业的朋友，建议是将原来的防水铲掉，把施工面清理干净，重新做2到3遍防水。所以今天花了230元买了一桶防水涂料和这些工具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将细料和干粉混合在一起。因为没有搅拌机，所以只能用棍子搅拌，但是真的很累。建议提前准备一个电动搅拌工具，会轻松很多。搅拌到没有硬块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第一遍防水按照纵墙来刷，刷之前呢要将墙面打湿，但不要有明水。没准备喷壶，所以就用毛巾替代了，这样还能擦掉糊灰。我觉得可以平替喷壶，因为只有1台手机要用来拍摄，所以没有音乐，只有一个人安静地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简单的动作，反而内心更安静了，似乎什么都没想，似乎又天马行空地思考着某些东西。虽然身体在地狱，但在这个时刻，灵魂是属于天堂的。耗时4个小时，第一遍终于刷完了。等第2遍刷完后，就可以铺一层保护水泥，然后就能做墙体了。一套房子同时拥有4个风格是怎样的体验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一开始刷墙的时候呢，做了3个效果测试，第3个效果出来后就立即拍板，这是我想要的感觉，马上就开始刷墙面。当第1桶材料用完后，我就意识到不对了，因为我没有记材料的配比，所以只能根据记忆去配。结果不出所料，出现了色差。第1桶和第2桶是灰水泥、乳胶漆和沙子搅拌。后来做装修的邻居说，可以用白乳胶代替乳胶漆，节约成本，然后加入墙固，这样墙面就不会掉渣。所以第3桶的配比做了调整，水泥、白乳胶、墙固、沙子各2份，结果就是完美的还原了毛坯房的颜色，真的是欲哭无泪啊！但是如果追求这个颜色的朋友就可以收藏起来了。第4桶我额外增加了2份白乳胶，颜色应该是和第1桶效果差不多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干透，只能期待成品效果了。虽然看起来有些毛躁，但是站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冥冥之中注定让我获得这样的风格？看来就是要处理地面了，同时我要开始做家具了。首先要解决睡觉的问题嘛，就是做一张床。情绪帮我解决了大部分问题。所有的墙面粉刷是邻居装修时候材料完成的，防水材料也是邻居们送来的。现在就连院子里的植物都是邻居们提供的。因为没有预算做围栏，所以就想着用滤纸把密度提高，只要炮弹跑不出去就可以了。恰巧有邻居做围墙，把原来院子拔下来的小黄杨就都送给了我。今天买的黄金竹已经早早种下了，黄杨已经晒了1上午，所以也要赶紧挖坑种进去。夕阳的余晖一寸寸落在铁锹架褐色的泥土里，夹杂着汗水和炮弹欢快的脚步。远处邻居们带着孩子嬉笑攀谈，被扰到清梦的小虫子们时不时愤怒地出头抗争，终归是没能赶在日落前完成。那就继续吧，我可以等，但他们等不了呀。再浇点深夜的水，以后你们就和我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吧。
在临沂，我花600元租的毛坯房小院已经有了出行会，所以特地挑了大家车展的时候去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去买一个折中折的马桶。毕竟就算临时住不了，但是干活的时候也免不了捂着肚子踢蹦乱跳的情况出现。经过一番周旋，成功将价格打到了280块，但是地面还没处理完，所以天荒一边来个望孔止渴吧。水泥因为需要的数量太少，不容易给送，所以邻居进水泥的时候请帮忙一起烧来的。因为记忆中还有小时候农村大爷们盖房子和泥的画面，所以照猫画虎的一番操作，结果我觉得我又支棱起来了。因为地面追求光滑度，所以把沙子筛了一遍，比例是水泥1比细沙2，水适量。考虑到平整度的时候，我就有了心理准备。没有做过装修的小白去做地面，肯定会翻车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万事都要尝试嘛，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呀。然后也把阳台的地面做了一遍水泥覆盖，因为有防水层的地方，还是保护一下，才能对邻居更负责。看了网上小院的素材，踏不实地面是我觉得必须要有的东西，我真没胆惹呀。捡了几根废木料，按照尺寸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模具，钉在一起。紧接着就又是一遍一遍的和稀泥倒模，又觉得光滑的石板容易打滑和积水，也挺普通的，所以趁着还没干呢，压几刀纹理，身价瞬间涨了好几倍呢。夏天真的来了，因为院子里开始出现蚊子了，所以今天小院的改造就先暂停，转战到房间内，用同样的模具把洗手池的底面先做出来。这次用的是纯水泥对水搅拌，担心强度不够，所以加了一些粗铁丝当做龙骨，找了个管子当做下水预留管口。但是我还是担心接触水后洗手池的浸泡能力，所以也想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？先让它们凝固一下，期待明天之后的效果吧。对喽，小院的踏步石，我估计100块钱的成本，我就能做出我想要的效果。点个关注吧，你的院子也可以这么做哦。在临沂，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马桶，地面硬化差不多了，就迫不及待的想把马桶装上。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，原来我并不是什么都能自己动手做呀。第一遍因为下水口太高，马桶法兰套被玩变形了，马上科普，把下水口锯到1厘米，结果还是翻车。然后我就意识到靠我自己是不行了，果断摇人，邻居杨大哥火速支援，仿佛看到了救星，而我站在旁边就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小朋友，递递工具，虚心学习。当杨大哥用手抹胶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他把我真心的当成了好朋友。小院搞好以后，他一定是第一个来我家做客的朋友。随后一起装上了淋浴，网上买的180是预算范围内最喜欢的款式。然后和杨大哥一起参观了院子，畅想一下未来。还有我这个翻车翻了一半又救回来的台壳底面，本以为要重新做了，然后没想到绝处逢生，敲掉一层后反而成了我喜欢的感觉。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会裂开一半，快帮我解释一下，好奇死了。今天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，明天准备回家让老爸装修半个月了，除了什么都没有，也就不差什么了。前几天做的水泥台盆，今天应该差不多了，结果还没脱模呢就翻车了。果然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痛定思痛之后啊，我觉得应该换下思路，先把洗手台做出来，然后在这基础上用砖块来做主体，应该是可行的。开着车去买了一些砖块，然后我的爱车就成功的沦为了工程车。回来之后量好尺寸，紧接着就开干。第一次砌墙完全不懂，只能凭借着小时候的记忆和保证尽量不歪的核心要素，就开始了我的砌墙之旅。一开始呢非常手忙脚乱，但是当我的方法经过检验，效果还可以的时候，逐渐就开始得心应手了，甚至都能单手抛砖。那一刻我都觉得我是个老师傅了。如果没钱吃饭了，就跑去给人家砌墙去，就这手艺那不得一天200块呢。做完之后打眼一看，嘿，果然歪了。不过幸好只是最后一层，那就铲掉重来。最终的结果还是挺满意的，毕竟是自己的亲身实践，做得再差也是最好的，而且不接受反驳。当我决定要做的时候啊，我就已经做好了承担最糟糕结果的准备。我就是想剥离和抛弃所有的教程和所谓的专业领域，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做自己想做和认为对的事情。我需要指点，但我不需要指指点点。就像我的作品，我不会带货，因为我就想纯粹一点，记录属于我自己的美好生活。只剩家具类还没有动工。之前看网上有一个沙发很喜欢，而且对于我这个纯小白来说非常友善，所以准备买一些木材自己动手做。前几天呢，跟着做家具生意的粉丝佩泽大哥一起去参观了2个木材厂。昨天去买了一些木材，主要都是破木头和下脚料，因为我太喜欢这种时间沉淀下来的纹理和色泽了。买木材花了150元，整整小半车，多亏大哥开他的小货车帮我拉回来，又省了运费钱。后来去他店里参观了一下，瞬间喜欢上了这个沙发的舒适感，所以我要自己做的沙发店也有参考案例了。当然我得先澄清一下，这不是广告，我只是觉得大哥特别热心，
他也曾是一个心怀梦想却被现实束缚住手脚的老班长。他想送给我很多家具，我都没要，依然还是觉得要坚守本心，享受创作的过程才是我最想要的。木材有了，但是木板还是没有。考虑到成本问题，没舍得买实木板，解决了就回去安装悬浮桌架。因为毛坯房墙体和地面都没有夸大白找平，所以定位打孔挺困难的，还是用自己的办法把所有的桌架安装上了，就等板材到位。如果有不平的地方，我们再调整就是。用了很多天才把木材的问题解决了，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了。所以你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因为热爱，我准备自己做一个木工台，跑到粉丝家里拉了一块欧松板，钉在我第3次创业失败留下的桌腿上，然后各种开槽。因为玩得太嗨，所以没拍视频。终于是在天亮的时候做好了我的木工桌，但是算了，效果展示就不给大家看了，有待调整。后来觉得还是得需要高人指点，所以跑到原来帮我做桌子的雕刻房里，软磨硬泡的拜了个师傅。我这个师傅啊，可以说是大隐隐于市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，同时兼顾着对生活的热爱，不需要大富大贵，只需要此生开心顺遂。有机会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也很有故事哦。然后呢，在市场花了150块钱买了一些木料，准备做一个专业点的木工桌。师傅帮我裁好了尺寸，然后淘到了3块老木头，非得不收钱，最后没办法收了20块钱。妈买了一车就拉回了我的小院，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的洗手台，听取了粉丝们的建议，专要错缝垒，结果我成功的垒歪了。台面呢用的是邻居家的瓷砖，我准备切割之后啊，再在上面垒一层砖块，这样厚度就有了。其实最近的进度有些迟滞，大部分原因呢都还是卡在了木材原料上，当然也略显囊中羞涩。于是我就用之前买的旧木头准备自己做，选了2根长的作为主梁，又选了2块不知道原来是干啥用的老木头作为支撑和点缀。因为都是老木头，所以在用之前都得处理掉表面的黑皮，把不平的地方用刨子找平。传统工艺的意义就是把每一根稀松平常的木头一点点亲手打磨，呈现它独特的纹理脉络。紧接着还要做支腿，按照尺寸切成同等大小，剥去粗糙的外衣，这样可以更方便上漆。外侧的装饰木板也要打磨。手动开槽，尝试用简单的榫卯连接主梁，主体完成后就可以铺板了。整排打上螺丝钉会更结实。然后刷上木蜡油，可以避免腐朽和虫蛀。把新买的窗帘也装上，可以提升空间的层次感。这样就做完了，感觉还蛮不错的，试试结不结实。因为做的比较宽，所以直接买了床垫当做沙发垫。这个靠枕是在佩泽大哥店里暂时拿来用的，看看效果先。搬一根水泥柱当做边际，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
你们知道吗？毛坯房其实就是精装修的平替，不是每个人都住得起精装修的，就跟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得起豪车、背得起几万的包、用得起几千的化妆品一样。生活里到处都是平替，几万的车也能开，几百的包也能背，便宜点的化妆品也能用。谁都知道贵的东西带来的体验感好，问题就出在贵，它有门槛。每一个在经历平替的过程，其实都在为跨过门槛而努力，加油吧！还不信，直到有个甲方出现，他让我觉得你们说的对，还真有这样的大冤哦！阿拉丁神灯，这不一下子就给我送了一台洗衣机，我要单洗的，人家还给我换成了洗烘一体的。说实话，刚开始要送我洗衣机，我心里还是抗拒的，因为说了，连洗衣机带安装都他们搞定，真是一点拒绝的理由都不给我留。洗衣机也到了好多天了，我也终于空了，和师傅约好上门安装的时间，打开看了一下，才发现就这么一个接口，自己就能搞定，那就不麻烦师傅了。一顿输出之后，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，拖拉机好多天长了，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。螺栓没有拆，扳倒之后才发现封底板也没装。一顿操作后，我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台属于自己的洗衣机了，而且是号称统真净、终身不用清洗内桶的听沃洗烘一体机。对于我这连晾衣架都没有的毛坯房来说，洗完烘干直接穿就是懒人必备啊。虽说是嵌入式的，但不嵌入貌似也没关系。等有时间了，我搬了房东留下的高脚凳给这几盆花当爬架，暂时先种在这儿，简单的爬了一下，浇点水，先让他们恢复几天，再给换地方。你们可要争气的好好活着啊！20毫米和2张12毫米、3张15毫米厚的橡木指接板，一共花了900块钱。等拿回家之后，我才意识到电梯上不去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可咋办呀？最后借了邻居储档室的电源，把台锯搬到车库走廊，现场开办。但是场地实在太小，无法发挥我的全部实力，折腾了几个小时，最后把电锯都烧掉了。没办法，还剩3张板没法处理，只能先放在不碍事的地方。今天是没办法完成了，只能等到下一期新的工具到了之后再继续了。尺寸图呢，我给大家放在评论区了，大家也想做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做吧。柜也已经组装好了，刷了2遍漆，只是抽屉和柜门还没来得及做。本来想着先装到墙上之后再做，但家人们谁懂呀？这个墙它不承重呀，打了几个膨胀丝，结果用手就拽下来了，这该咋办呀？在线求助，请小主们给我支个招吧。等结果的时候，给大家看看我的床吧。我的床是那个时候还没工具，没法自己做，所以就画了尺寸，找工厂加工的板材，拿回来自己组装。貌似成功了。
有了这个柜子，仿佛这里才真的成了家。虽然一切都还没那么尽善尽美，但是啊，我已经可以煮咖啡，做个简餐了。生活呢，一半清欢，一半烟火，让我们一半清醒，一半沉醉。这是用折叠桌代替，正好最近闲下来了，所以我今天准备做一个和沙发风格相同的小茶几。找了几块木板，用磨光机打磨掉表面的毛糙，再把小坑里已经腐朽的木屑抠掉，打磨平整。拿几块薄一点的木板裁成需要的尺寸，然后用电报机将边缘磨平。我觉得可以简单创作一下，所以就想把挡板做成插缝拼接，按照尺寸开好接口，然后拼接在一起。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，不过或许还能更有个性呢。紧接着就是把提前锯好的桌腿打磨一遍，方便上漆。然后就开始组装，先把挡板分感觉固定上，面板我用的是3块小木条做为固定，再把桌腿放在挡板的四周固定好，这样一个简单的小便器就做好了。再拿出祖传的木蜡油给它做上保护，颜值瞬间就提升几个档次。最后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壁灯，于是我打开了我的藏宝阁，挑了一根顺眼的，就用它做一个我想象中的壁灯吧。先放在墙上看看效果，好像没啥效果，但是我觉得成品一定会很惊艳。先把背面用电报机做平，方便固定。果然每一根烂木头经过打磨都隐藏着独特的美。接下来就是把表面腐朽的部分打磨掉，因为洞比较多，还得用工具手动清理出来。等到炮弹都睡了，才打磨好这根木头。终于打磨好了，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刷木蜡油。刚刷完还有一些白色，干了之后应该就会消失吧。趁着还没干，找一块木板做一个底托，把投影仪固定在墙上，这样以后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影了。不过卧室还太简单，接下来也要对卧室动手改造一下了。木头干了，紧接着就是要粘灯带了。我用的是热熔胶进行固定，背面加了一根木条用来安装。灯带安装好了之后，就准备送它去该去的地方了。在墙上打好孔，安装调试之后，就剩最后一步接线。因为买灯带送的插头太短，所以只能根据安装距离自己接线了。为了更美观，我用麻绳把电线包裹缠绕起来，插上电。最后一起看看效果吧。找师傅把木板锯成需要的尺寸，拿回来就开始干活吧。
花600元租带院的毛坯房自己装修改造。上次动手做的零食柜放在家里作为摆件，真的很哇塞。特别是放上一盆绿植之后，就主打一个韧性，但没有档次。所以我决定自己 DIY 一个可以放一些小东西的鞋柜。根据想法，先把图纸画出来，把上次做餐边柜剩的木材拿出来，用曲线锯裁出需要的尺寸。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一堆木板。紧接着用开孔器把所有需要连接3合1锁扣的地方根据尺寸打好孔，剩下的就像拼积木一样了。先把主框架做好，然后钉上背板。为了节省工作量，我把每层的隔板做成了活动式的，这样打扫起来就会很方便。用荷叶把柜门装上，装饰条也安排上。把手呢，用几块木条打磨一下，这个把手还怪可爱的呢。有没有小时候农村大门的感觉？抽屉做好放进去，整体就已经完成了。再把整体都打磨一遍，然后刷上木蜡油。柜门和抽屉的颜色稍淡一些，主体颜色用的棕胡桃木。刷完漆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略有瑕疵但可可爱爱的超实用鞋柜。整体花费100元左右，做法也简单。我把图纸放在评论区了，一起做起来吧。花600元租带院的毛坯房自己装修改造。上一期我们做了一个有点可耐的鞋柜，但是呢，上边的墙体还是空着的，所以咱们这一期啊，再来做一个可以挂钥匙的支架。找来几块剩下的边角料，然后可以说是毫无难度的钉在一起，再给它们开上一盘小洞，把木塞子塞进去，哎，这就很哇塞。在做的时候啊，想起了评论区小主们说我刷漆的水平太低，颜色不好看，于是我的小脑瓜里就灵光乍现，那咱就用火烤一下，让木材碳化，既能保证不会腐朽，还省了木蜡油。哎呀呀，不花就是赚了呀！均匀烤过之后啊，再用钢丝刷打磨一遍，就可以上前安装了。到这里，我们的置物架就完成了，塞得满满当当的感觉，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。这次评论区不会再有人说难搞了吧？那就赶快跟我一起动手做起来呀！那摇椅我已经想了好多年了，现在有条件了。必须自己做，索性找2块板做着看吧。画弧线需要的工具我这里没有，于是一根绳、一支笔，以自身为原点，一个圆弧就搞定了。然后用曲线锯沿着线裁切，这样2块摇椅的支腿就完成了。切完2块板，脑中灵光乍现，这把摇椅啊，我要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，不用任何螺丝钉配件。你来猜一猜，把所有需要的板材全部切割出来，然后用开孔器把每块板子打好洞，试着组装一下。咱就是说啊，那就非常不错。靠背也用同样的办法，一顿敲敲打打之后啊，再装上2根老三原创固定杆，这样一个纯原创的摇椅雏形就诞生了。然后再全部拆下来，准备打磨，然后固定。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，干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穿鞋穿长裤，注意安全。我一个不小心钢丝到了3种工具，电报机可以快速的把木材表面切平，角磨机呢可以安装钢丝盘，能把木头的纹路打磨得更立体。抛光机搭配不同的砂纸片，给木材抛光很好用。打磨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一堆木材配件，再一次把它们组装到一起之后，就开始固定。用电钻把每一个连接点打上孔，在孔里挤上木工胶，把木塞用锤子一点点敲进去，多余的部分呢用手机切掉，然后打磨一下就 OK 了。这样的固定方式啊，既牢固又美观。本来呢我是想刷一遍清漆做原木风，但是用的木材都是很一般的，颜色不统一，脑袋一热就刷成了棕胡桃色。于是我们的侘寂风小摇椅就大功告成啦，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回家一扇冷冰冰的大门，毫无仪式感，所以我准备在这里做一个有自己想法的门铃。找块木板，先画上一个太极图，然后用曲线锯按照线裁切下来。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小鸟的身子，紧接着把翅膀也切出来，用最简单的工具把细节处理好。又于是我们得到了一对翅膀。这样了，先在鸟身上打上孔，安装翅膀，这是安装好的样子。然后还要固定拉绳，打一个梯形孔，把麻绳穿进去，用木棍固定住，嘴巴用一根小木棍来代替，然后再把准备好的弹簧放进打好的洞内，用木棍钉死。到了最折磨人的时刻了，底座穿线的孔距离要求非常远，所以穿线就特别难搞。一番操作之后，终于搞定了，再给它固定一块小木板。这次用的是不同木材，所以刷的是倾斜。27岁的生日愿望，愿大家所有许过的愿都能实现。我的小鸟门铃就安装好了，虽然不是最好看的，但一定是最特别的。
了一张槐木板，打磨之后显现的纹理，当时的我激动的无以言表。这正是我所热爱的源于自然的真实美。我决定要保留这一切，处理了一下细节，于是我就得到了一张桌面。师傅用橄榄油帮我擦了一遍，我俩饶有兴致的梳起了年轮。嚯，它居然生长于山岭之地55年之久。此刻我们相遇相知，那一定也是缘分，所以我不准备给它打任何一根钉子。200多一起买来的柏木和一根枣木就当做它的支腿，一起打磨和找平之后，把这根比较长的柏木刻出凹槽，用来卡住桌面。没有更专业的工具，只能一点点敲出来，然后把所有细节再处理一遍。我想让顶端竖心凸显出来，当成一个小台子。又是一顿敲敲打打，终于可以刷漆了。干了之后，底部固定了一个竖圈，增加稳定性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然后就开始组装一张桌子，让毛坯房里有了主心骨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陪大家一起做一做省钱攻略。首先我们要确定尺寸和固定方式，算出来我们需要多少板材，然后在地图搜本地的木材市场、板材市场，找到自己需要的木材。划重点，一定要讨价还价。虽说不一定能把价格打下来，但仪式感很重要。一般木材市场都会有加工坊，整板开板的话大概是2元一具。像我这样自己上手的，那就另当别论了哈。有条件的话，就让师傅一起给打磨抛光一下，120元左右搞定这些木板，拉上就跑回家组装。这个腰门我是用结构固定的方式开好和门板差不多尺寸的槽，然后把板材都打磨一遍，就可以开始正式组装了。把门板片都插进去，用锤子敲紧实，再拧上螺丝，2块门板就搞定了。再把墙板钉在墙上，装上弹簧荷叶，一扇腰门就固定好了。电竞房也装上，刷上漆，一个简单却他给木条和2块板子做了2框架，由于太简单就没拍过程，拿出祖传的打印机，把以前拍的照片都洗出来。这每一张照片就像一幅幅时光碎片，一次又一次把我拉回那些个画面中，那些个夏秋春冬。做了一些分类，片子大多是纪实和抽象派，小子不才曾也是视觉中国牵涉，但都属于故事了。撕掉背胶，让这些记忆实质化。我呢，以前有个习惯，喜欢给朋友们看我的作品，以此来判断对方是否能理解，是否是一类人。后来我觉得没必要让别人懂你，自由也可以是一个人来实现的。客房发现居然还有剩的板材，做了一张不一样的茶桌，扒拉出一张和我的茶桌同一棵树但很有特色的槐木板。在和粉丝一番沟通，确定了我这大胆的想法之后，就把板子拿去压平，紧接着就是漫长的打磨。随着角磨机一次次转动带起的木尘烟屑，这块55年树龄的年轮渐渐显现出来。强迫症晚期的我一定要把这些树洞掏干净，再刷上一遍橄榄油，质感马上就出来了。紧接着把树墩扒皮抽筋，上钢丝轮打磨光滑。家人们呢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么硬的木材，找平的过程电报机烧掉了，角磨机用到冒烟都还没磨平，最后请师傅上电锯才勉强找平。为了增加稳定性和高度，还在树桩下面加了一块树圈，然后就到了最需要耐心的环节，在树桩上切出卡住桌板的凹槽，一锤一凿，一次次比对，就这样敲了整整4个小时。再把树墩都刷上一遍橄榄油，试着组装一下，带着点手工的痕迹，但保留了大部分自然元素，实物呢会更好看一些。贴300元做的茶桌送到粉丝家里，欣慰的是粉丝大哥很满意，那这一切就都值了。
我用30块钱就做了一个氛围感拉满的侘寂风原木吊灯。之前客厅里还是毛坯房预留的灯座，就算放上落地灯还是会显得很乱，所以我要用这根捡来的木头棒子做成这种吊装射灯。网上28块钱买了4个明装射灯，为了更美观，所以我决定把射灯嵌入进去，画出每个射灯的外径轮廓之后，再用凿子一锤一锤敲出来。打好穿心的孔就可以打磨了。老屋新做的魅力就在于这一圈圈被岁月侵蚀的年轮里。木头干太久了，先刷一层橄榄油养护一下，再刷上清漆。谁能想到这竟然是在建筑垃圾中捡回来的呢？把4个射灯线延长，再接到一起，塞到提前开好的孔中，用铁链吊装起来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一起欣赏一下吧。我准备给他圆一个梦，做一个我小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木马玩具。取来一根木板，把腿的弧度切出来，打磨平整。对于一个做了8年办公室的我来说啊，这副腿是我目前做的最满意的了。把需要的其他木料也都裁切和打磨好之后，就得到了这些配件。再用榫卯工艺开出凹槽，组装到一起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出意外了。组合方式我觉得太复杂了，所以思考过后重新来过。一顿敲敲打打，木马的身体就可以组装了。腿部的弯弧是最难的地方，要把身体和腿部开好榫卯，又是一顿敲敲打打。一切就绪后，让它们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安装上头部，雏形就出来了。考虑到孩子容易磕碰，要把所有尖锐的地方打磨圆润。刷上木蜡油，让颜色统一，同时还能防腐。再用麻绳作为装饰，稍稍做一下点缀。这只小木马我用了3天的时间，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才完成。虽然细节还有很多瑕疵，但是对于从来没有做过木工的我，还是挺自豪的。自己先试一试，骑上去好像真的很快乐。装车送到小朋友家里，放学回家看到一定会很开心吧？你们说，等孩子长大了，会不会想起一个叔叔为他做的这个小木马呢？那就说干就干，先把卧室清空出来，床头床垫太大了，就先靠在一边，打扫一下就可以铺木地板了。这是网上花280元买的3大包石塑木地板，其实内心是很慌的，因为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做很多没做过的事情，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有趣的人。尽管反复拆了好几次，但幸好还是勉勉强强找到了方法，大概铺了6个小时啊，终于完成了。虽然缝隙还挺大的，但丝毫不影响成就感。钉上龙骨，再把剩下的木板切割成需要的尺寸，打磨出来。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堆木板，把这些木板钉在龙骨上，刷上一层木蜡油，也顺便把床刷成同样的颜色，再把灯带粘在内部的龙骨上，一个无主灯床头就搞定啦。梳妆台的话就暂时先放在这儿，再把自己做的深渊储物格和镜子摆上去，似乎确实温馨了许多呢。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今天找来一根木方，想做2盏吊灯放在床头。为了把钱用在更值得的地方，所以买的都是很便宜的木料，再自己动手进行切割打磨。虽然确实会很累，但是把省下的钱换成更趁手的工具和对生活有血有肉的热爱。我的吊灯很简单，把内部掏空，拧上灯头，接好线就可以上墙了。把2个吊灯打孔固定好，因为是毛坯房，所以用的是线槽固定走线。20块钱的成本，2盏原木小夜灯就搞定了。一起看看最终成片吧。30块钱买了4条棉绳，整理了一下，倒是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统一3种长度，把做流苏需要的棉绳剪出来，分别是25、45和55厘米。先拿5根25厘米的棉绳对折，把最长的穿过去，留一小节对折，再拿一根45厘米的棉线对折后勒紧，缠上丝圈，把剩下的绳子再穿进扣环里，最后拉紧绳头，再把最长的绳子对折穿孔，然后拉紧，剪掉多余的线头，最后把流苏的部分全部碾开。
用梳子打散，一个棉绳流苏就搞定了。再做出 N 多个同样的，做了20个流苏，试了一下，结果还缺一半，又做了20个。这会儿啊，肯定是够了。找了一根木头，按照每3厘米一个孔，标记好就开始打孔了。然后又是一番耐人寻味的穿孔大捷，把流苏全部穿到木板上，整整10个小时过去了。最后一步就是把背后的线头全部剪掉，解压完了就可以挂到墙上了，看看最终效果吧。